唧唧的，到底买不买？后面一堆人等着，吃不起就别耽误别人时间。我在南街夜市吃了3年的烤生蚝，才发现竟然被杀熟了。别人都是68块一打，卖给我的竟然是98块。微信收款68元。萍姐，还是老规矩，给我烤一打大号的，多放点蒜蓉。98块，扫码吧。您这价格不对吧？刚才那个人买的一打，音箱里报的明明是68块，怎么到我这儿就成98了？看错了吧你？我这生蚝都是精选的深海大号，98块一打卖了2年了，什么时候卖过68？你到底买不买？后面一堆人排队等着呢，别耽误我做生意。萍姐，我在你这儿买了3年，一直是68块一打，而且你今天这生蚝的个头根本不是什么深海大号，您这杀熟杀的也太明显了吧？什么叫杀熟？现在的海鲜1天1个价，我的独家秘制蒜蓉不要钱啊！我说林毅，你个穷学生，为了这30块钱在这跟我斤斤计较，出来逛夜市就得花钱，吃不起就别吃，装什么大尾巴狼？穷酸样，就是啊，小伙子买不起就让一让。既然你不守规矩，那就别怪我，给你好好上一课。我头也没回，径直走向夜市最深处，在垃圾站旁边的风口处，一个冷清的摊位正冒着青烟。同学，看看想吃点什么？我们家生蚝都是当天到港现熬的，新鲜的很。对啊，同学，烤生蚝您可以先尝后买，不肥不要钱。来一档烤生蚝，不要放太多乱七八糟的调料，我要吃本味。好嘞，同学您稍等。同学您拿好，给您加了点秘制料汁，连汤带肉一起吸都好吃。下次想吃提前说，给您留最大的。我尝了一口，汁水分明，海水的鲜甜混合着浓郁的蒜香，瞬间在口腔里炸开，软嫩爆汁，没有一丝冷冻海鲜的腥臭味和胶水味，这才是真正的灵魂生蚝。既然你王平不守规矩，对老顾客杀熟，那我就帮这对老实妇女把你的生意彻底抢过来。第2天傍晚，我再次来到了夜市的尽头。同学你来了，今天还是要烤生蚝吗？我们给你留了最新鲜的活海蚝。不急，我今天过来不是买生蚝的，是想跟你们父女俩好好聊一聊。来，同学快坐。这几天我天天来，你们家生蚝的口味、食材品质比街口那家强了不止1点半点。同学，不怕你笑话，我们父女俩是从外地来南城创业的。这生蚝我们每天凌晨3点去海鲜批发市场挑最新鲜的活体回来，一个个手工刷漱外壳，把泥沙一点点冲干净。可是街口那个平子在这一片做了好几年，老顾客多，大家习惯了去他那里买，加上我们摊位偏，根本没人愿意停下来尝尝我们家的新摊子。再这样下去，我们连下个月的摊位费都交不起了。木木下学期的大学学费，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凑。我有办法能让你们的摊位彻底火起来，甚至把对面的客源全部抢过来。同学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但我有4个条件，你们必须郑重承诺，能一直做到，我才敢帮你们。同学你说，别说是4个，40个我们都答应，只要能把生意做起来，我们什么苦都能吃。第一，永远平价销售，不随意涨价，绝不允许搞看人下太廉的杀熟。第二，永远用活体鲜蚝，守住品质底线，绝不能用冷冻死肉和胶水组装的假生蚝。第三，生意再好，也要永远自己手工熬蒜蓉，绝不能用廉价的工业香精和增稠剂。第四，永远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不欺客不宰客。这4条你们能做到吗？同学，我向你保证，我们父女俩这辈子做生意都守着这4条，要是有1条做不到，天打雷劈。我们要是敢砸自己的招牌，不用您说，我们自己卷铺盖回老家。好，从明天开始，你们只管烤后生蚝，剩下的交给我，剩下的交给我。在南城大学，我是个出了名的穷人，但我同样是个出了名的百事通。我的手里不仅有南大表白长的管理权限，还有8个满员的500人兼职与吃喝玩乐团购微信群。这4000人就是我在这场商业反击战中最锋利的武器。当晚，我新建了一个文档，一篇名为《南街夜市排雷与终极宝藏大公开，绝杀熟，今晚我们只吃现撬的灵魂生蚝》的推文迅速成型。文章里我没有带一个脏字去辱骂萍姐，我只是客观地陈述了2个事实：街口某老字号的杀熟行径与组装死生蚝的猫腻，以及夜市尽头那家手工鲜蚝的极致性价比。附图是萍姐摊位上那发黑的冷冻死蚝肉，和陈叔手里正在滴着海水的晶莹肥蚝。推文的最后，我挂上了小程序的专属预售团购链接，60元一打，凭南大学生证再送2只。不到5分钟，我的微信提示音开始疯狂轰炸。哇，难怪我每次去那家老字号吃完都拉肚子，原来是用胶水粘的冷冻死生蚝。杀熟最恶心了，
专坑我们大学生是吧？避雷了！天哪，右边这家看着也太诱人了吧！活线线鞘才60一打，兄弟们冲！萍姐，时代变了，夜市里的规矩也该换一换了。林兄弟，你可算来了！我们父女俩今天凌晨2点就去了批发市场，抢了最新鲜的货足足杀熟了800个活生蚝，手都快磨破了。这真能卖得掉吗？是啊，同学，这要是卖不掉，加上这么多新鲜的蒜蓉，我们半个月的饭钱都没了。微信收款4800元。这是昨天晚上校园预售的80份订单，都是1打起步，全款我已经收齐，给你们转过去了。记住我的铁律，核销了的时候服务态度一定要好，生蚝挑最大的给，少1只都不行。林兄弟，你真是我们的贵人，你放心，少1只蚝，我陈建国天打雷劈。做生意靠的是长久。别激动，先准备好打包盒，第一波弹药马上就要到了。哎，同学，正宗老字号烤大生蚝，来一单！呸！就是这家专坑学生的黑心摊儿，还用劣质香精和胶水组装蚝。快走快走！老板，我是林学长群里的，核销1打生蚝。老板，我也核销1打，加辣。哇塞，你们这台面也太干净了吧！居然是当面现跳的，天哪，真的没有一点异味，这蒜蓉看着就好有食欲。同学您拿好，不够吃下次再来，我们绝对不用冷冻肉，保证鲜活。绝了！这口感太神了！软嫩爆汁还没有腥味儿，吊打街头那家。哟，我当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搞这种倒贴钱的把戏。林毅，你个穷学生脑子挺活络啊，花钱雇这么多人来排队当托，怎么想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把名气炒起来？我告诉你们，做生意靠的是底蕴。你们这种倒贴钱赚吆喝的破摊子能撑过3天，我王平的名字倒过来写。萍姐，正常的商业引流而已，口碑才是最好的雇佣兵。你可能不懂什么叫信息差，也不懂什么叫产品力，但你应该能算明白一笔账。我们60块钱1打，明码标价，靠干干净净的品标价，靠干干净净的品质，一天卖100打。而某些人98块钱1打，卖着用胶水沾的冷冻死海鲜，靠着杀熟坑客。你猜大家是愿意吃干干净净的良心肉，还是愿意花冤枉钱吃一肚子气？就是啊，谁是托呀？我们都是慕名而来的。某家老字号还是多关心自己的卫生吧，别站在这酸了。好，你们给我等着！2个外地来的乡巴佬，加上个穷酸学生，也想在南街抢我王平的饭碗。我看你们是怎么死在这条街上的！我知道这只是第1回合的试探，像他这地里作威作福惯了的市井霸王，绝对咽不下这口气。最初的奇袭利用学生私域流量打了一个信息差，当这正面冲突爆发，生意真正做大时，考验的将是深层的系统性能力。我的节奏必须开始放缓，步步为营。陈叔，从明天开始，每天的海鲜检疫证明、进货发票，咱们熬制蒜蓉用的所有油和调料的收据，一定要用防水的文件袋装好，随时带在摊位上，千万别弄丢了。还有，咱们今晚不能睡了，得算一笔细账。今天我们卖了120打，流水7200块。但是陈叔，你今天手抖了4次，腰直不起来2次，800个生蚝全靠你和木木2个人纯手工用钢丝球刷泥沙，这不仅效率低，而且是反人类的体力消耗。干咱们这行的哪有不累的？只要能赚钱，我这把老骨头扛得住。不，生意不能这么做，靠体力拼命，规模是有上限的。第一，明天去二手厨具市场，花3000块钱买一台小型的全自动滚筒啥刷清洗机，只要把生蚝倒进去，3分钟洗得干干净净，这叫释放劳动力。第二，木木，你明天开始不要负责洗生蚝了，你去买一台高清微单相机，专门负责在摊位前拍视频，记录陈叔撬生蚝、熬蒜蓉的过程。我要把南城大学的流量转化成全南城的美食同城流量，林兄弟，这刚赚点钱就要花出去大几千买机器，万一以后没生意了。不仅要买机器，我们还要准备迎接暴风雨。萍姐在南街盘踞了这么多年，她背后的关系网还没动，明天才是真正的硬仗。果然，第3天下午，陈叔骑着3轮车去海鲜批发市场进货，然而去了不到2个小时，他竟然空着车失魂落魄的回来了。怎么了，陈叔？林兄弟，断了，
货断了，整个南城海鲜批发市场大大小小30多个卖生蚝的档口，今天全都像见鬼一样躲着我。平时跟我关系不错的那个小伙计把我拉到厕所，偷偷告诉我是萍姐放了话。萍姐的大哥是南城水产市场的一个副主任，叫刘彪。刘彪跟市场的几个批发大老板打了招呼，说谁敢把生蚝卖给我老陈，以后刘彪管辖的区域就别想进货。而且萍姐牵头的几家大排档联盟也会联合抵制他们。现在哪怕我出到1斤15块的高价，也没人敢把货过秤给我。怎么办啊，林毅哥？今天晚上还有300多个预售单要核销，明天就是周末了，流量最大。要是没货，我们这就是诈骗啊！刚立起来的招牌彻底砸了。兔崽子还跟我玩？老娘让你知道什么叫南街的王法！陈叔，生意不是赌气，但做生意眼界决定生死。你以为我让你定60块钱的评价，只是为了少赚走量吗？在商业世界里，当你的体量只有几十斤的时候，你只能任由2道贩子拿捏。但只要你的销量足够大，预售订单足够多，你就可以直接越过中间商，拥有定价权。可是，林兄弟，没有中间商，咱们去哪儿拿货呀？南城就这么一个大水产市场啊！谁是林毅老板？您昨天半夜直接从渤海湾乳山养殖基地汇款预定的1吨 A 级鲜活大生蚝到了，全套原产地检疫证明都在这儿，请核对签收。1吨，陈叔，卸货。这是我昨晚查完账本后，动用社群账上的流水定金，直接联系原产地养殖机场，用长期包销协议拿下的第1车专线冷链。从打捞上船、微冻休眠到送达摊位，不超过24小时，比那个脏乱差的二手皮骂市场拿的货新鲜100倍，而且没有流标这种中间商扒皮，算上冷链运费，我们的综合成本整整低了30%。萍姐，你不是说要让我死在这条街上，1斤货都拿不到吗？不好意思，我的货不仅没断，还顺便把供应链升了个级。你那些泡过药水的胶水组装货，准备留着自己当夜宵吧。小王八蛋儿，你别高兴得太早，在南城做实体，光有货可不行。我看你今天晚上怎么过安检和城管这一关。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话里的信息，看来他背后的那个刘彪不只是个批发市场的地头蛇那么简单，真正残酷的线下消耗战，也就是商业学上常说的非市场环境竞争，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陈叔，别发愣了，清洗机通电。木木，架好摄像机，准备迎敌。谁是这个摊位的老板？接到别的商户投诉，你们这里严重违反了咱们签的转租协议。说好了只做零售，你们弄个冷链车堆这么高，严重超范围了。马上熄火，所有顾客立刻散开。孙哥，我是摊主，咱们签的合同我都守着呢，租金也足额交了，我们一直都是按规矩摆摊的呀。按规矩？合同上我只租给你3平米，你看看你这冷论车，你这堆积如山的货，不仅占了道，还搞起了海鲜批发。谁给你们的胆子在这里搞批发的？你们这叫私自变兵经营性质，属于严重违约。可是孙哥，萍姐那边的摊位摆得比我们还往外，你怎么不说摊位？闭嘴！老子自己的地盘，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按咱们签的补充条款，严重违约的直接没收押金，把他们的考价和这批生蚝给我全扣了，拉到我的仓库去。等你们交完2万块钱违约金再来赎。慢着，你是谁？想找事儿是不是？我叫林毅，是这个摊位的合伙人。孙老板，您说我们违约，但根据您和陈叔上个月签的摊位分租协议第4条，只要不出分出租线，摊主有权自行决定售卖的货品种类和进货方式。我用全尺量过，我们的货筐距离红线还有整整半米，1分没超。另外，国家颁发的营业执照上清楚写着我们可以进行海鲜散售。怎么，您一个私人2房中定的霸王条履，比工商法还要大？这老板太严谨了吧，连合同法条都背下来了。明显是那个什么萍姐找着2房东来搞针对的，太黑了。查人家手续没毛病，这2房东这下尴尬了。少拿工商来压我！我说你违约你就违约！你们这批海鲜来路不明，除了吃死人的事儿，我这个场地出租方可是要担连带责任的。为了安全，
这批货必须全部拉回我的冷库扣押2天才行。2天？你那破冷库连个制氧机都没有，拉进去货好早就全死光发臭了。你们这是明抢啊！就算你合同齐全又怎样？二房东随便找个借口把你的货扣留2天，生鲜变臭肉，看你还怎么豪横！孙老板，您确定要强抢我们的货？你看什么看？老子按合同办事。按合同办事没问题，但你的真实动机恐怕不太见得光吧？老刘啊，南街那个老陈不知道从哪儿弄来1吨冷链生蚝，今晚就要大卖了。那个二房东孙大富不是你哥们儿吗？给他塞点好处，让他带人去把货给扣了。只要货一死，他们就彻底破产了。放心吧，别，1万块钱红包我已经给孙大富转回去了，借口我都帮他想好了，就说怀疑来路不明，强行拉回去扣2天。你这是非法窃听！是萍姐在麻将馆包厢里打电话的时候嗓门太大了，刚好被我的同学在隔壁做兼职服务员时听见，顺手录下来的。孙老板，这段录音连同那1万块钱的微信转账线索，我已经设置了定时发送。第1封邮件发给税务局，您在这个夜市转租了几10个摊位，仿佛1年几百万的差价利润，全是走的私人微信，1分钱税都没交过吧？第2封邮件发给夜市真正的管理方，您私下收取黑钱，搞霸王条款，恶意破坏商圈环境。您猜大老板还会不会把这片厂子包给你？如果为了赚萍姐那1万块钱外快，把自己1年几百万的二房东摇钱树给彻底拔了，甚至还要进去补交天价罚款，傻子才干。那个，既然你们都在红线内，也有原产地的直供单，那就没违约。我们这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嘛。既然没问题，你们继续卖。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学长牛逼！木木激动地直接抱住了陈叔的手臂，眼泪吧嗒吧嗒嗒地往下掉。我抬头看向街口，萍姐那张脸已经气成了猪肝色，她恶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钻进了自己的档口。陈叔，开火，烤蚝！瞪了我一眼，转身钻进了自己的档口。陈叔，开火，烤蚝！蒜香再次弥漫了整个夜市。那一晚，我们一直烤到凌晨3点，1吨生蚝整整1000多打，销售一空，单日流水突破7万道关。但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出租屋，我并没有露出胜利的喜悦。陈叔用热毛巾敷着通红的眼睛，憨笑着问道：“林兄弟，咱们今天算是彻底在南街站稳脚跟了吧？”不，陈叔，今天只是我们结束了游击战，我要用咱们这2天赚的全部流水去盘下这间150平米的2层楼商铺。我们要从地摊正式升级为海坤烤生瓷实体旗舰店。我要把萍姐背后的刘彪坤烤生瓷实体旗舰店，我要把萍姐背后的刘彪，连同他们那个控制南城海鲜价格的黑心地下供应链，彻底连根拔起。黑心地下供应链，彻底连根拔起。150平米的店，林一哥，那转让费和装修得要几10万啊！而且那是萍姐和刘彪的眼皮子底下，他们会让我们安稳开店吗？他们当然不会。接下来的商战将不再是几句口角和城管检查，但只要我们守住那4条铁律的底线，我就能带你们杀出一条血路。后生可畏呀！不过我得给你透个底，街口那个王平，他表哥是水产市场的刘彪，刘彪这人黑白2道都沾点。昨天他刚给我打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房子租给你。谢谢您提醒，不过喉咙里插刀子插了把管用，拔出来他们就该大出血了。我要把这家店打造成南城第1家全透明可现厨房的海鲜烧烤店，没有油腻的墙壁，没有藏污纳垢的后厨。我要让每一个顾客隔着大玻璃看到生蚝从进店洗耍现熬到上烤架的全过程，生蚝从进店洗耍现熬到上烤架的全过程。然而房东的警告应验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大哥，我们就是拿钱干活的，干苦力的，您别为难我们啊！滚一边去！去把你们老板叫出来！陈叔，放下。你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学生林毅。彪哥让我给你带句话，南街有南街的规矩，水产有水产的圈子。你一个外来的有水产的圈子，你一个外来的野狗想在这里抢食，乖乖把店退了，我保证你这店滚回学校念书去。刘彪好大的威风，不过你们砸了我的玻璃，弄翻了我的漆，这笔账怎么算？
算账，老子砸了就砸了，你去报警啊！看警察管不管这种经济纠纷。我确实没有报警，对付这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无赖，但他们明天后天依然会来捣乱，装修队根本不敢干活。大蛇要大7寸。喂，王会长吗？对，是我林毅。你带校宣会宣传部和广播站的人过来吧，带上设备。对，就是现在。我不报警，但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各位同学，这里是我们南大倾注心血的创业基地，旨在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岗位。但是今天，这群黑恶势力冲进我们的基地，打砸抢烧，严重威胁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广播站的同学，把镜头推进，给这几位大哥每人一个面部特写。今天晚上的校内新闻联播，我要让全校3万师生以及南城教育局的领导好好看看他们的英姿。误会，这是个误会，我们走错门，这是个误会，我们走错门了。走错门了，玻璃和油漆怎么算？我赔，微信转账5000元，收款5000元。赶紧让他们把摄像机撤了。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的装修出奇的顺利。我干脆让美术学院的几个学弟学妹在店幕外墙上画了巨幅的海洋涂鸦，把这里彻底变成了大学生的打卡地。刘彪的人再也没敢出现过。半个月后，海魂考生陶正式开业。开业当天，没有花篮，没有鞭炮，只有一块挂在全透明玻璃厨房外的巨大木牌，上面刻着我的4条铁律：1. 坚决抵制组装冷冻死蚝，只卖现撬活体，1赔10； 2. 坚决抵制香精防腐剂，手工熬制金银蒜蓉； 3. 明厨酿造，全程监督； 4. 永远平价，学生凭证件享受8折。老板大姐太良心了，大哥，老板大姐太良心了，大哥，就这么看着这小崽子骑在咱们上拉屎？他这店要是做大了，咱们水产市场的死海鲜和冷冻肉卖给谁去？急什么？木秀于龙，封闭摧之。他搞大学生创业那套就不能用，那咱们就用资本陪他玩白的。我刘彪在水产圈混了20年，我用钱砸也能把他砸死。刘彪出手了。禁止大生蚝，全程最高价，不要60，不要50，只要29.9元打，就全场免费上。29.9元一打，这个价格一出来，整个南城的餐饮圈都地震了。林兄弟，这可怎么办？29.9元一打，这连咱们去乳山原产地拉活鲜的进货成本都不够啊！他们这是在赔本赚吆喝，硬生生要用钱把咱们耗死啊！林一哥，咱们要不也降价吧？降到30块，降到30块，少亏一点。不能降。为什么？再这么下去，咱们每天的人工、水电、房租，一天就得亏上万块钱。咱们好不容易攒下的底子，撑不过1个月的。陈叔，一旦我们跟着降价，我们这辈子就完了。第一，我们用的是 A 级鲜活乳山生蚝，成本极高，降价意味着我们要背负比他们沉重10倍的亏损。比烧钱，我们拼不过刘彪这种地头蛇。第二，只要我们降价，顾客就会认为我们以前卖60块是暴利，是在坑人，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心标杆人设就会瞬间崩塌。记住，商业的本质永远不是谁的价格更低，而是谁的底线更低。刘彪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绝对不可能真的每天亏几万块钱来做慈善。29.9元的价格加上免费啤酒，你们猜他能拿什么东西给客人吃？你是说他们弄虚作假？不是弄虚作假，是毫无底线。但现在的人都在贪便宜，没人管他们用什么肉啊！他们打价格战，我就打价值战。从明天开始，我们绝不降价，1分钱都不降。不仅不降，我还要进行全面服务升级。陈叔，去买最好的5常大米。明天开始，只要进店消费的顾客，海鲜砂锅粥免费无限量供应。木木，去定制最顶级的湿纸巾和漱口水，放在洗手间。另外，我们在门口架上投影仪，给排队的顾客免费提供现切的热带水果。林兄弟，咱们本来就没客人了，这成本不是更高了吗？价格战的极限是产品质量的崩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当对面的质量源崩盘，顾客恶心呕吐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天堂般的避风港。果不其然，刘记的29.9元风暴在狂欢了整整1个星期后，开始出现了极其恶劣的连锁反应。周末的晚上，我派了几个靠谱的大学生兼职，带着微型摄像头去对面的刘记卧底消费。传回来的画面触目惊心。视频里，刘记的后厨犹如一个黑暗的化工厂，几个厨师连口罩都不戴，正拿着铁锹把一桶桶散发着腥臭味的冷冻劣质死鹅肉倒进一个大塑料盆里，旁边放着几大桶没有任何标识的工业化学刺激。为了掩盖死肉的臭味，他们大量使用了双氧水漂白，并在劣质的蒜蓉酱里违规添加了过量的一滴香和
和辣椒精。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免费啤酒，那根本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而是用食用酒精兑水加色素和气泡剂勾兑出来的35散装酒。喝多了不仅头疼欲裂，甚至可能甲醇中毒。因为极度的压缩成本，29.9元的低价，刘彪依然能从中榨挤出利润，但代价是时刻的健康。第二天，南大的校园论坛和同城微博开始陆续出现爆料：避雷男接刘季昨晚去吃了他们家29管9的生蚝，半夜拉肚子拉到脱水，现在还在医院挂水。太恶心了！我吃出了指甲盖大小的死苍蝇，找他们老板理论，几个光头不仅不赔钱，还把我骂出来了，说29块9还想要什么自行车？那个免费啤酒喝完以后，早上起来头疼的像炸开一样，绝调是假酒。舆论的火星已经点燃，但我知道这还不够。刘彪手眼通天，他花钱删帖压热度的速度极快，很多受害者甚至拿不到实质性的赔偿，就被恐吓闭嘴了。要想彻底击溃他，我必须在最核心的供应链上给他致命一击。他不是控制着南城的海鲜批发市场吗？那我就让他那个市场里一只活体生蚝都收不到。陈叔，店里交给木木和经理看着，你回家收拾几件厚衣服。林兄弟，他们去哪儿？去渤海湾，去中国最大的生蚝养殖基地乳山。林兄弟，这地方真冷啊！不过这货是真好，你看那壳，看那饱满路，比咱们在南城2道贩子手里拿的极品还要好上一档。货当然好，这里是全国公认的顶级生蚝黄金产区，但好东西往往被最肮脏的规则垄断着。这个地方的优质生蚝确实多，但真正能到达中间消费者桌上的 A 级活鲜却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被当地的几个大收购商组成的工会把持了。丧尽天良，真是丧尽天良！这种东西吃下去，人的肠胃能受得了吗？成本不到2毛钱一个的组装毒垃圾，刘彪拿回南城，加上点劣质香精就算容，就敢卖29.9元一打，甚至98块钱一打，这是在拿老百姓的命换钱。证据已经拿到手了，但我要做的不仅仅是举报他，我要从商业上彻底断了刘彪的根，同时为我们的海魂建立起坚不可摧的护城河。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陈叔提着2瓶好酒，敲开了一家当地老渔民的门。小伙子，你们是外地来的不懂，这乳山的收购价都是金爷他们几个大老板说了算。我的货好，成本也高，但金爷他们只愿意用统货的底价来，一斤只给人工费都不够啊！我要是不卖，就行规封杀，别的冷链车根本进不来我的码头。如果我给您1斤4块钱的价格呢？什么？小伙子，你莫不是拿老汉开涮？1斤4块，这比市场最高价还要高出3成。我没有开玩笑。我不光给您4块钱1斤，我还可以预付您30万的定金，但我有条件：第一，我只要 A 以上的特大活鲜生蚝，尺寸必须达标，整箱退回；第二，我要您必须达标，整箱退回；第二，我要您联合周边所有被金爷压榨的老实渔民，成立一个直供合作社，你们所有的高品质生蚝，除了我，1斤都不能卖给金爷和刘彪的渠道。第三，你们要配合我们，在打捞渔船和分拣冲浆，安装24小时全鲜豆的网络监控探头。直供合作社？对，我用最高的溢价买断你们最好的品质和尊严，而你们帮我筑起一道让同行永远无法逾越的产品壁垒。干，小伙子，我们这帮渔民苦尽也久矣，只要你真能按这个价格收，我这就去把村里的老伙计们都叫来，这合同我们签了。就在签合同的当天下午，金爷的人闻风而动，堵了院门。哪个不长眼的敢在乳山抢我？哪个不长眼的敢在乳山抢我金爷的货？你就是南城那个姓林的，刘彪跟我打过招呼了，说你是个刺头，怎么着，跑我地盘上撒野来了？金爷是吧？买卖自由，价高者得，这是千古不变的商业规矩。怎么，你们这儿不认王法？在乳山，老子就是海神的王法。今天我看谁敢把这个字签了，谁签，谁的渔船明天就得沉底。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连身都没起。我冷笑一声，拿出手机，点开了一段视频，正是昨晚我拍下的他那家生蚝黑作坊的高清录像，双氧水死生蚝明胶，清清楚楚。金爷的脸色瞬间变了。金爷，这份视频我已经设定了云端定时发送。收件人是山东省食药监局突击检查局，收件人是本地市场监管稽查大队和民生新闻栏目以及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的爆料邮箱。哦，对了，
还有你用这些死肉冒充优质海鲜骗取国家助农补贴的账本证据，我也顺手搞到了。我做我的高端直供，你卖你的垃圾死肉，互不干涉。带着你的人滚出这个村子！如果我一旦发现里的任何一个渔民，或者敢断我的冷电车，我保证让你下半辈子在牢里踩缝纫机。金爷像个吸了气的皮球，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连狠话都没敢留，带着人灰溜溜地跑了。海博和渔民们看着这一幕，对我的敬佩简直五体投地。当天，渤海湾优质生蚝直供合作社正式成立，我掌握了整个乳山最顶级的 A 级鲜货渠道。周末晚上8点，南街夜市人流量最密集的时候，我和陈叔回到了南城，站在我们海伦2楼的落地窗前。是时候了吗？是时候了。木木，把店门前的超级大屏幕打开。了吗？是时候了。木木，把店门前的超级大屏幕打开，连接我们的源头直播信号。我们店门口一块耗资数万买下的巨型 LED 屏幕突然亮起，吸引了整条街的目光。屏幕上播放着2个画面，左边是牧之海博他们的渔船，湛蓝的海水，淳朴的渔民正在打捞鲜活的生蚝。屏幕右下角显示着海魂烤生蚝专属直供海域，24小时实时监控。而右边的画面则是我在山东拍下的金爷那家黑作坊的组装过程，配上了极其醒目的大字揭秘29.9元平价生蚝的真相，死肉、明胶与双氧水的致命毒药。在视频的最后，一张清晰的发货单被放大，收货人赫然是刘记平价海鲜。推心上架，这是给人吃的东西吗？难怪我刚才吃着有一点发苦了，原来是加了药水。我老婆怀孕了，你们加了药水，我老婆怀孕了，你们这群畜！数百名愤怒的食客掀翻了桌子，砸碎了啤酒瓶，将刘记的服务员和后厨人员团团围住。怎么回事？谁在闹事？林晨！刘老板，还是先关心一下你自己的客人吧。对了，我帮你叫了救护车，不客气。话音未落，刺耳的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划破了南街的夜空。几十个因为吃了化学死肉和劣质假酒而出现急性肠胃炎，甚至轻微食物中毒休克的顾客被紧急抬上担架。都不许动，而是南郊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莹姐从角落里被揪出来的时候，头发散乱，脸上沾满了不知道是谁吐的秽物。她看到戴着手铐的刘彪，彻底崩溃了，嚎啕大哭起来。当她经过我们海魂的店门口熟时，猛地抬起头，用一种绝望而惊恐的眼神看着我。林爷，林老板，我错了，我把那30块钱差价退给你。林爷，林老板，我错了，我把那30块钱差价退给你。萍姐，你错了。你不是输在那30块钱上，你是输在对底线的践踏上。时代的雪落下来，你们这种赚黑心钱的人，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进去好好反省吧。警察将刘彪和萍姐押上了警车。刘记平价海鲜开业不到1个月，被彻底查封。后来，刘彪因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萍姐作为从犯，也被判了3年。远在山东的那个金爷，也被当地警方一锅端，整个地下黑心加工厂被彻底铲除。而南街夜市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半年后，海魂烤生蚝不仅霸占了南城的美食排行榜第1名，我还利用积攒的资本，在全市一口气开出了8家直营分店。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冷链物流中心，陈叔不再需要亲自去进货洗生蚝，他换上了笔挺的西装，成为了海魂餐饮集团的供应链总监。木木大学毕业后，直接接手了整个品牌的运营管理。我依然是南大的学生，只不过在南大的创业光荣榜上，我的名字高高挂在最显眼的位置。